对曾家人，战月就说是来道谢的。面对曾小雅时，战月则说他主要是来买房，知道这里是曾小雅的家，就进来坐坐，感谢一下曾小雅在医院对他的照顾。曾家人都看着战月，曾晓峰觉得战月对自己的妹妹肯定有点想法的。曾小雅并没有多想，她好奇的是战月怎么会过来买房子，这附近并没有别墅区呀。以战月的身份地位，买房子也该买别墅吧。战先生过来看房。曾小雅挨着哥哥坐下，好奇地问道：战先生去哪里看房？计划在附近买房吗？战月说道：我去万盛花园看中了一套大平层，已经付了定金，等办手续时就支付余款。万盛花园啊，哦，那里是不错，我们家在那里也有房子，不过我们一般都是住在这里，自建房住得更自在一点。父母在万盛花园给他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的房子，也是全款买地，装修好后还没有住进去，先通通风透透气吧。那是父母说给他以后当嫁妆的，让他拥有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房子，还对他千叮万嘱，婚后都不要卖掉房子，这是父母给他的退路。以后若是和老公吵架了，至少他有个地方可去，不至于离了家就没有地方好去。曾小雅当然知道这些，婚前的房子一直都是她的婚前财产，婚后卖掉再买新的房子就成了夫妻共同财产。虽说结婚的时候都是冲着过一辈子的，但是如今的人对待爱情及婚姻没有那么忠诚了，还真不好说以后会不会离婚。自己的婚前财产还是守好一点，这是父母对他的爱给他留的一条退路。你买在几栋的几楼？战月惊喜地问道，看看咱们有没有住在同一栋楼。其实他买的那套大平层就在曾小雅的楼上，他都调查得清清楚楚了，才去看房子买房子的。看房子都是装模作样，做样子骗一骗老九，免得老九追问下去。就是现在老九都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过来买房子，在他和曾小雅八字还没有一撇之前，他都不能让家里长辈知道，免得长辈热情地跑过来看小雅，把小雅吓到了。曾小雅说了自己那套房子的位置。曾医生，太巧了，我们竟然买的同一栋楼。战月说道，我买的那套大平层竟然就在你楼上，那以后你要是住进去了，我们就成了楼上楼下的邻居了。曾小雅也很意外，这么巧呀，我们竟然买到了同一栋楼。当初我去看过大平层的，但是我觉得太大了，又贵了点儿，就没有买下那套太平层。大平层贵一点，他是出生于医学世家，不过父母能掏出来的钱就那么多，而且父母还帮他的兄弟都也全款买了一套房，父母名下也有一套房子，父母这一辈子攒到的钱都给他们兄妹买了房子。爸妈说他若是喜欢大平层就买的，他不想让父母掏那么多钱，最后还是买了曾通的房子，就买了一套123平方的房子。装修的钱他掏光了自己的家底，父母兄长还帮了他一点，置办家具则是他自己领到了工资，一点点置办起来。我喜欢宽敞一点的房子，战月住惯了大别墅，就算买套房也是买大平层，普通的那种套房他嫌太小了。曾小雅笑道，战先生平时住的都是大别墅吧？住惯了大别墅，就算是住大平层，战先生也会嫌小的，那倒不会，一个人住大平层还是很宽敞的。二婶起身去洗了一盘水果过来，瞧着侄女和战月聊得来，二婶招待战月的待遇又抬高了，本就对这个年轻人很有好感。战先生吃点水果。二婶笑着招呼战月吃水果。战先生的手应该没什么大碍了吧？二婶关心地问。战月回答，好了很多的，多得曾医生给我用好的药，恢复得很好。出院时换了药，曾医生说过几天就可以拆纱布，不用再缠着纱布的了。曾小雅笑，这哪是我的功劳呀，他本来就伤得不算重，
不过是一点皮肉伤，只是这种豪门少爷打小娇生惯养的，一点小伤也要住院那么长时间。战月也可以拆纱布的了，还不肯拆。曾小雅认为他是嫌拆了纱布，他那双手不好看。战先生吃点水果。曾小雅体贴他还缠着纱布，亲自用一次性的叉子插了一块水果递给战月。战月连忙接过，向他道谢。二婶端出来的水果就是些苹果呀，葡萄等常见的水果。战月不太喜欢吃苹果，不过曾小雅拿给他吃的，他觉得特别的甜，特别的好吃。曾晓峰虽然不怎么插话，却一直留意着战月的神情，战月的任何表情都落在他的眼里。战月留意到曾晓峰这一点，他也不担心，本来他就是想追求曾小雅，并不怕曾晓峰看出他对曾小雅的心思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像曾小雅这么好的女孩子，他会喜欢，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战先生怎么会想到来这里买房子的？曾晓峰问话了。这条街道的商铺都是我家的，有时候家里人没空过来收租，会叫我跑一趟，我嫌跑来跑去挺麻烦的，便想在这里买套房子，过来收租时就可以在这里住上几天，不用跑来跑去那么麻烦。曾家人哦了一声，是了，他们之前是听说过这条街的商铺都是首富家的，首富不就是战家？战月是战家的八少爷，就是他家里的。现在收租不是都微信转账吗？还需要战先生亲自跑一趟呀？曾晓峰提出疑问，其实是在戳破战月的谎言。战月没有半点慌乱，他说道，大家并没有加上我们所有人，有时候他们没有转账，交的现金就需要过来收一下。他这样说，曾晓峰还真不能挑刺儿。的确还有些人坚持着用现金来交租的。小雅，你等会儿要上班。无法戳破战月的谎言，曾晓峰便提醒妹妹，要吃饭上班去了。战月适时的起身，对曾家人说道，二叔二婶，我也该回去了，不打扰你们。曾医生等会儿还要上班呢。曾小雅跟着起身，她送战月出去，战月让她不用送了。他步行着往万盛花园的方向走去，曾小雅看着他走远了，才转身回诊所。做饭的阿姨已经下楼来叫他们上楼去吃饭。战八少走路来的，他没有开车吗？曾晓峰往战月消失的方向看了两眼，问道，他不是过来看房买房子的吗？车子估计停在万盛花园。不是，他手上的伤还没有完全好，应该没有开车吧。不过他现在这样子其实也不影响他开车的。曾小雅边往回走边说道，管他怎么来的，他们这种有钱少爷出门都有司机的，哪里用得着他们自己开车呀？他大堂哥出入都带着几名保镖呢，排场更大。曾晓峰接过话来，我听说战大少爷出门都带着几名保镖，不是讲排场，而是防着女人扑倒他。他结了婚，老婆大着肚子时，都还有不少女人想爬他的床。曾小雅也听说过这些八卦新闻，战家的几位少爷恋爱时给大众提供了不少八卦新闻呢。现在没什么人过来看病，一家人便上2楼吃饭。饭后，曾小雅骑着电动车上班去了，他哥送她出门，叮嘱她注意安全。等妹妹远去了，曾晓峰回到诊所里，二叔在看报纸了，二婶则是在看电视。曾晓峰沏了一壶茶拿过来，给二叔倒了一杯茶，又问二婶要不要茶。二婶说晚上不喝茶，曾晓峰才给自己倒了杯茶。二叔你怎么看？曾二叔视线还在报纸上，头都没有抬，应着侄儿。什么怎么看？就是战月这个人，我跟他又不熟悉，今天是第一次见面，哪里清楚他这个人怎么样？曾二叔依旧在看报纸，片刻，他似是消化了侄儿话里的深意，霍地抬头看着侄儿，说道：“小峰，你的意思是？那不行，咱们家和战家的差距太大了。
小雅的性子也不适合嫁豪门，她受不了豪门的规矩。哪怕战家算是豪门中的一股清流，也还是豪门，而且是很有底蕴的豪门，不可能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嫁入战家的女人都是豪门千金，人家本来就习惯了豪门的生活，嫁入战家轻易就能适应。但普通人嫁入豪门，怕是受不了豪门的规矩。不要看他长得好看，男人长得好看没用，还得好吧，战家的男儿都很优秀，就是太优秀了，不适合我们家小雅。曾二叔又说，侄儿，你爸妈叫你在家里的时候，催一催你妹妹相亲，但不是让你见着男人都把对方看成你未来的妹夫，就找一个和我们家世相当的，又能接受小雅经常加班加点，没有时间照顾家庭的男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就行。豪门不要高攀，高价要承受很多很多委屈的。也不要相信传言说什么战家长辈很开明，只要小辈喜欢的，他们都能接受，不会挑刺儿，对儿媳妇如同女儿一般。大家都忽略了战家的少奶奶可都是名门千金呢，人家每一桩婚事成功都是门当户对。曾经战家大少奶奶是普通女孩子，嫁入战家时是高攀了，如今呢，人家原来也是名门闺秀之后，她亲姐姐都回去继承祖宗基业了。所以啊，战家的少奶奶就没有一个普通人。曾晓峰慢悠悠地喝着茶，我并不想让我妹妹高攀豪门，不过若是战月真的喜欢小雅呢？虽然我们家和战家差距很大，但咱们家也属于小康之家，超越很多家庭了。对于普通大众，他们曾家属于优越的人家。刚才瞧着战先生对咱们家小雅似乎不对劲，曾二叔总算不看报纸了，他边折叠起报纸，边说道：“这个倒是很明显，他眼里全是小雅，也没有半点遮掩，也就小雅没有察觉到这一点，所以我才会问一下二叔，对战月这个人怎么看？”听到叔侄俩讨论战月了，二婶坐过来，接过话来：“原来不止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呀，我还以是我想多了呢。战先生对小雅的好感太明显，听到他说过来买房子，我就怀疑他是不是提前打听清楚，知道我们家住在这里。小雅在万盛花园有一套房，他就在万盛花园买房，说什么帮忙收租，那就是个借口，只是我没有办法戳破他而已。战家听说挺多小管家的，让小管家过来收租不行吗？非要让少爷过来收租，也就骗一骗小雅，我反正是不信的。他想摸清楚我们家的情况也是轻而易举的事。还有小雅说她手上的伤不算重，住了那么久的医院，早就可以伤好出院的，她愣是住那么久，出院了还缠着纱巾，让人以为她的伤很重。为什么？曾晓峰分析着，小雅是医生，她的伤好了都不出院，其实是为了小雅吧。不过我们才见她一面，说这些都太早，我就是觉得不对劲，才会拿出来和二叔二婶说一说。先看看吧，以后战月若是经常过来，那他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，跟林健一个样。先看看，若是他真的对小雅有想法，小峰你就约他出来好好的聊一聊，将我们两家的差距跟他言明。还有小雅不喜欢被管得死死的，豪门后宅不适合小雅。二叔他若是真的打小雅主意，我肯定会提前跟他聊聊。曾晓峰决定他回去上班后，就让父母给一个人回来继续看着，免得妹妹被战月坑了。战月不知道在他走后，曾家人说了那么多。他从曾家诊所出来后，回到万盛小区的门口，才打电话给老九，让老九过来接他。八哥，我现在走不开呢，你打电话给杨叔吧，让杨叔安排司机过去接你。战月问他，你现在干嘛？参加一场商业酒会啊，你们个个都不肯出席，只能让我冒泡了。哥哥们不想出席的活动，全都扔给他，说什么是让他多磨练马练，分明是欺负他最小，无法抵挡哥哥们的施压。